谁敢欺负星仔？先问我万梓良同不同意。这是港圈最硬的一句护短宣言，也是万梓良最赤诚的江湖情谊。当年为了捧红周星驰，他不惜赌上如日中天的前程和名声，为给底层群演讨公道争活路。一没背景，二无靠山的他，却敢在事业巅峰期身穿血衣硬刚资本，气得邵逸夫亲口下达：谁敢用万梓良，就是与我为敌的事业封杀令。晚年落魄饱受糖尿病折磨的万梓哥，明明可以靠着昔日恩情和对一众后辈的帮扶安度晚年，可他宁愿在小县城卖唱赚治病钱，也绝不主动求助任何人。施恩不图报是他刻进骨子里的底线，受难不求人更是他坚守一生的做人气节。1990年，周星驰凭借《赌圣》一夜爆红，成了万众瞩目的喜剧之王。而万梓良那个把他从龙套拉进影视圈，真正给了他事业生命的贵人，却因替底层群演发声，被 TVB 高层雪藏了整整3年。那时 TVB 筹拍台庆剧《大家族》，为了压缩成本，硬生生将几个月的工期压到了25天。身为男主的万梓良已经连轴拍了18个小时，更有甚者连续38个小时没有合过眼。万梓哥看着那些晕倒在片场连一口水都喝不上的群演，还有常年被高层低薪压榨的投行，憋在心口的那股怒气再也压不住了。他穿着一身血衣冲出片场，直接踹开了高层大门，当着无数媒体的面拍桌怒骂高层没善心，滔天舆论瞬间席卷全港，直接让 TVB 股价单日暴跌 7.2%， 逼得邵逸夫不得不妥协退让。然而群演涨薪了 40%， 演员待遇拍摄时间也得到了调整，他却成了杀鸡儆猴的牺牲品。6部戏主角被换，所有代言解约，从人人追捧的 TVB 一哥瞬间沦为无人敢用的弃子。有人说他太傻，明明懂圈内所有趋利避害的生存法则，却偏偏选择了代价最大、最不划算的善良。可只有他自己清楚，在这个满是利益算计的影视江湖里，太需要有他这样敢挺身而出的傻人了。1995年，万梓哥拍《万里长情》时，一眼就注意到了那个戏份少的可怜，却仍天天提前3小时来。片场背台词的林家栋看着他被导演骂哭，还不忘琢磨怎么演戏。他仿佛看到了当年跟在自己身后偷偷学他演戏的周星驰，不仅会在收工后主动帮他拆解角色，教他怎么摆脱龙套演戏模板，有什么好机会也会一直记着他。2000年，刘德华刚成立亨泰环宇电影公司，急需靠谱的实力演员，万梓哥第一时间便想到了林家栋，专门约饭局把他推荐给刘德华，还拍着胸脯打包票说：“这是我亲兄弟。”电视台熬了10几年，踏实能干吃苦，你多带带他。自此，林家栋正式踏入电影圈，不仅跟着刘德华演了《无间道》《天下无大无贼》等重磅港片，2017年更是凭着《树大招风》一举斩获了金像奖最佳男主。当他哭着走上领奖台时，第一个感谢的便是万梓良。然而，这个一辈子仗义扶持后辈的江湖大哥，晚年确诊糖尿病后，居然沦落到要在小县城靠卖唱赚治病钱。所有人都在疑惑，他帮了那么多人，怎么没一个人出面帮他？当有人指责周星驰忘恩负义，拍《喜剧之王》时戏耍了他，让他白跑一趟时，万梓哥他却主动出面澄清说，江湖儿女不必天天联系，心里记得就好，没有谁忘恩负义，只是人生轨迹不同，缘分深浅有别。星爷不善表达，不懂周旋的性子，万梓哥全都了然于心。当年李修贤靠着周星驰2年净赚2亿，永盛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还成了垄断票房的影坛霸主，而他却宁愿落魄卖唱，也从未主动索取星爷半点回报。当星爷为他量身打造角色，数次请他演戏被拒时，万梓哥拒演不是摆架子不领情，而是怕自己病弱的身体影响整个剧组，更不想凭着当年那一点小小的恩惠就去麻烦消耗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后辈。在他眼里，真正的大哥从不是风光时的前呼后拥，而是哪怕落魄也宁折不弯的一身脊梁。所以他宁愿卖唱挣辛苦钱，也不愿靠卖惨博同情。他把商演的大半收入捐给山区孩童，默默助学17年。河南水灾，他匿名捐款160万。汶川地震，他又卖掉自己带了15年的劳力士，带着物资只身奔赴一线。袁隆平先生去世，他是第一个出现悼念的港台艺人，做尽善事，却从未对外宣扬过半分。年轻时敢为弱者出头，发达时倾力提携后辈，落魄后一身傲骨，丝毫不者。万梓良用他半生坦荡告诉所有人，心怀善意，不惧牺牲，不靠权势撑场面，不靠恩情换名利的人才配称作真正的大哥。